一口气看完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的一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有2位可以说是杰出的篡位者，一位是唐太宗李世民，另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明成祖朱棣。他铤而走险，篡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但却也因此成就了他身后彪炳史册的永乐盛世。永乐时代的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国，他派郑和六下西洋，把中华文明远播海外。他开疆拓土，奠定了今日中国版图的统一与完整。有人说他暴力成性，杀人如麻，也有人说他心理扭曲，人格分裂。永乐大典、永乐大钟以及偌大的紫禁城，所有的大都掩盖不住他内心的脆弱与空虚。是也非也，这样一位皇帝，在他的人生中曾有过怎样的心路历程？今天让我们走进明成祖朱棣的一生。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4子，他出生于烽火连天的元末战乱之中。当时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友谅与朱元璋打得如火如荼，军情紧急，朱元璋甚至对这个儿子都来不及看上一眼，便又到前线指挥作战。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登基，中国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朱元璋开始大肆诛杀开国功臣，并且酝酿着分封自己的儿子为藩王，取代功臣，来创造一个纯粹的朱家天下。2年后，10岁的朱棣被封为燕王，封地在北平。朱棣也从随军的孩童变成了人人羡慕的皇子。朱棣年少时和兄弟们一起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教诲，平常出行穿着草鞋，出门的时候也要背上行李。如果出城的距离稍微远一些，朱元璋就会命令皇子们起码只能走2/3的路程，剩下的路程必须让皇子步行体验。明朝初期的继承人们都接受过很高的宫廷教育。公元1380年，明初4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爆发。朱元璋将淮西集团开国功臣中的文臣屠戮之后，又对武将们举起了屠刀。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开始下决心要由功臣守边逐渐转向由儿子守边。案发2个月后，20岁的朱棣奉命离开了当时的京师南京，前往北平就任藩王。来到封地北平的朱棣，在这里结交好友，收买人心，却又不动声色，韬光养晦，因此很得朱元璋的赏识。但此时的朱棣势单力薄，羽翼未丰，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战略构想和行动规划。2年后，朱元璋的妻子马皇后因病去世，朱棣赶回南京奔丧后，连同诸位藩王一起请求朱元璋派遣高僧跟随他们回藩府，诵经为马皇后祈福，以表孝心。朱元璋亲选姚广孝住持北平，让其跟从燕王朱棣。而这个高僧在未来彻底改变了大明王朝的走向。姚广孝后来成为朱棣的重要谋士。公元1390年的寒冬，30岁的朱棣奉父亲之命出征漠北，这是他第一次直面北方草原的强悍之敌。他要向父亲证明自己的雄才伟略，居于皇子之最。但北方草原的严寒格外刺骨，同朱棣一同出征的还有晋王朱刚。朱刚在广袤的草原中奔波了好几个月，却找不到半个敌人，最终无功而返。朱棣的结果却截然相反，北元太尉乃尔不花成为了他的座上宾。朱棣一面派出曾与乃尔不花有交情的军官去劝降，一面悄然包围了乃尔不花的营帐。乃尔不花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去面见朱棣。面对败军之将，朱棣再三款待，乃尔不花大为触动，他对这个燕王心悦诚服，下定决心归顺大明。捷报传到京师，朱元璋高兴地说：“肃清沙漠者，燕王也。”此后，朱棣威名大振，更受朱元璋的倚重，多次被朱元璋受命参与北方军事。后来，朱棣又多次率军出征，抓获北元大将索林天木儿等人，战功卓著。公元1392年，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太子朱标因病去世，年仅37岁。朱元璋为了杜绝诸王对皇位的觊觎，决定立朱标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这种特殊的传位安排让朱元璋的儿子们大失所望，并心生怨恨。公元1393年，蓝玉案爆发，朱元璋为加强集权，诛杀大将蓝玉，继而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许多有军权的将军被处死。镇守北边重镇的朱棣在军事上的影响以及地位在不断上升。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担心诸王拥兵自重，听从朝臣的建议，
决定削夺同姓藩王的封地。在齐泰和黄子成的帮助下，建文帝开始大举削藩。周王朱肃被废为庶人，流放云南；襄王朱柏遭人诬告谋反，决定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自焚而死。齐王朱福、代王朱贵、民王朱骈被废为庶人。对于建文帝来说，最终的目标直指大明的诸藩之首燕王朱棣，但削掉了5个藩王，却让整个局势更加恶化。结果导致几乎所有的藩王都站在了燕王朱棣的一边，而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面对兄弟们悲惨的下场和即将被削除的危险，感到了形势的紧迫。朱棣知道自己是难逃此劫，为了麻痹朝廷，争取时间，朱棣不惜自毁形象，装成了语无伦次、荒诞不经的疯子，让建文帝放下戒心，并拉拢精兵强将，密谋反击。而另一边，燕王府的所有的护卫几乎全都被朝廷用借口调走，朝廷方面的大军包围着北平，燕王朱棣只剩下了最精锐的部队心腹800人。公元1399年，朝廷密诏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张信，以谋反之名抓捕燕王朱棣。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张信却将密诏透露给了朱棣。在姚广孝等人的劝说下，朱棣终于痛下决心，准备与建文帝的朝廷分庭抗礼。公元1399年的7月初5，燕王朱棣以国家有难，朝廷出了奸臣，清君侧为名起兵，发动靖难之役。大明王朝在建国30多年后，再次爆发了席卷半壁河山的一场大战。当天，朱棣又杀了建文帝派去监督他的都指挥使谢贵，以及同样监督他的布政使张炳。战事之初，因北方诸将大多是朱棣原来的部下，大部分都投降了朱棣。经过1个晚上，朱棣夺取了北平九门，3天便稳定了北平。1个月之内，燕王的军队达到数万人之多。凯歌高奏的燕军迅速归师南下。此时身在南京的建文帝如坐针毡，但由于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大肆的屠杀功臣，导致朝廷里已经很难找到能打仗带兵的名将。历经朱元璋大屠杀而侥幸存活下来的开国功臣耿炳文，被建文帝义无反顾地推向了历史的前台。此时的耿炳文已经65岁，朝廷调集了13万的北伐大军，由耿炳文率领，北伐燕王朱棣。然而燕王的领导能力以及高素质的军队，非建文帝的军队可比。公元1399年的中秋节，朱棣趁敌军赏月喝酒之时，突然偷袭，在河北真定，朱棣的几万人跟9000名北伐先锋部队作战，战斗打了整整1夜，北伐军先锋9000人全部被杀。而后朱棣运用伏击战，再败耿炳文的大军，13万的北伐军只剩下了10万人。战败的消息传回京师，朝廷认定自己用人不当，决定更换主帅。建文帝决定以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为大将军，集结天下兵马50万，再次北伐。此时，朱棣为了对付李景隆的50万大军，率领大军抄小路直奔大宁，并设计挟持了宁王朱权、德奇部战斗力极强的蒙古骑兵朵颜3位。顷刻之间，朱棣就拥有了数十万大军，实力大增。燕王师从大宁返回后，在正尊坝地区与敌军相遇。此次战争中，蒙古骑兵朵颜3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人勇敢善战，不断冲击敌人的阵型。李景隆军大败，数万人被毙伤。公元1400年，李景隆重新调集整顿了60万军队，进抵河北的白沟河，与燕军大战。朱棣方面不到35万人。此次战争，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使得战局分出了胜负。燕师精兵绕其后，乘风纵火，并挥师猛攻。李景隆的几十万军队溃不成军，尸横遍野。朱棣大获全胜。此战，李景隆军损失了10万人马，史称白沟河之战。此战过后，建文帝再也组织不起来大规模的征讨活动了。白沟河大战后，朱棣率军乘胜南下追击，攻克山东德州，最终来到了济南城下。逃到济南的李景隆部下还有10万大军，但由于士气低落，无心应战。面对势如破竹的燕军，很快就溃不成军，四处逃散。济南顷刻间变成了一座孤城。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孤城，却让燕军接连受挫。朝廷的主帅虽然都已经仓皇逃跑，但却跳出来几个文人，誓死守卫济南城。燕兵围攻济南3个月僵持不下，朱棣决定退回北平。公元1400年的年底，朱棣重整旗鼓，准备再战，力图通过一次胜仗来打消将士们的低落情绪。在北平休整了1个多月以后，朱棣又踏上了出征之路。
继续南下向山东境内进发。朝廷方面也在山东境内集结了重兵，双方集结了几十万军队，在东昌爆发大战。此战打得非常激烈，朱棣身先士卒，率军冲入敌阵，却被包围。在众将拼死救援之下，才杀开一条血路得以脱身。但一直跟在朱棣身边，率领800壮士勇夺北平九门的张玉，却战死在了敌阵。从济南到东昌，朱棣连败2战，整个军队陷入了一种低迷不振的气氛之中。此时，谋士姚广孝告诉朱棣，需要尽快打仗，把气势扭转过来。尽管当时燕军的人力物力都处于劣势，朱棣还是决意再次主动出击。出师之前，朱棣为了振作士气，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誓师，祭奠在东昌之战中战死的将士。涣散的军队被朱棣重新组织了起来。公元1401年2月，燕王军队与建文帝军盛庸部在河北嘉禾地区遭遇。此战，建文帝宋襄公式的战争指导思想，使得军队遭遇大败。据《明史》记载，朱棣率领10几位骑兵就敢追击朝廷军队。吴使镇背负杀叔父之名，建文帝的假仁慈让盛庸失去了获胜的机会，结果导致建文帝的军队死伤超过10万人。嘉禾之战后，朱棣越战越勇，各州郡县相继望风而降。燕军虽然屡战屡胜，但因兵力不足，无法巩固阵地。处于上风的朱棣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在公元1401年的冬天，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决定率兵南下，直扑京师南京。公元1402年的3月，在安徽灵璧爆发的灵璧之战，竟然因为一场乌龙，导致朝廷军全军覆没。当时燕军2战2败，再加上天气酷热，军队陷入困境。而由于燕军进攻的信号3声炮响，竟然也是朝廷军突围的信号，导致3声炮响后，朝廷军纷纷夺路而逃。燕军趁势进攻，大获全胜，37员敌将被俘获，降者不计其数。此战彻底击溃了朝廷军的主力，燕军在长江以北再也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公元1402年5月，朱棣率师抵达长江北岸的南京龙江驿，朱允炆无力抵抗，只得下罪己诏，并派庆城郡主与朱棣谈判，以割地为条件要求停战议和，但没有成功。同时，朱允炆颁布秦王诏书，下令天下秦王。公元1402年6月13日，朱棣抵达南京的金川门下。然而，预想中的一场恶战并没有到来。建文帝朱允炆把最关键的地方交给了最不值得信任的人——古王朱惠和曹国公李景隆开门迎降，燕兵得以进京。在燕王军队抵达后的一场混战中，南京城内的皇宫大院起了大火。有人说建文帝是在宫中自焚而死，也有人说建文帝从密道中逃了出去，落发为僧，云游天下。燕王朱棣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场由藩王发动，最终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终于宣告结束，明朝的历史从此进入了永乐时代。朱棣用了3年的时间，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这位以非常的手段夺取政权的皇帝，不得不费尽一番周折来巩固自己来之不易的权力。当时有数不尽的建文朝的臣子，愿意为生死不明的建文帝去献出自己的生命。朱棣举起了杀戮之刀，对建文朝的旧臣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许多人被处以凌迟、车裂等酷刑，并被诛灭九族。朱棣杀掉的最知名的人，当属明朝大儒方孝孺。方孝孺在全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声望极高，因拒绝起草诏书，被残忍处死，并且诛杀10族。这场死者达870余人的人间悲剧，惊天动地，惨绝人寰。据说行刑就达7日之久。稳固政权之后，朱棣昭告天下，要集结天下文人共同来编纂一部图书《文治朝政》。这本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知识财富的《永乐大典》问世。《永乐大典》是一部文献工具书，由翰林院大学士谢晋担任总纂修，历时5年完成。因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定名《永乐大典》。它记录了古代重要典籍中上自先秦，下启明初的8000余种图书资料，这为后人研究古代人类的思想及社会的真实背景留下了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永乐大典的编纂创造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多项世界纪录。全书共22877卷，约3亿7千字，汇集了古今图书7、8千种，累计参与3000多人，是中华典籍史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书的内容涵盖了经史子集100家之书，包括天文地理人事名物、
以及阴阳僧道技艺等各家之言，包罗万象，书的数量前所未有。全套共计11095册，放在一起足足有4辆卡车的容量。世界上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除了《永乐大典》外，朱棣还命人铸造了一口大钟，这就是永乐大钟。朱棣想通过铸佛钟来超度死去将士的亡灵，命姚广孝来铸造一口举世无双的大钟。永乐大钟最为举世罕见的奇迹，莫过于将22万多字的佛教经咒从上至下，从里到外注满了永乐大钟的每一寸表面。姚广孝吩咐工匠们将设计好的大钟模型分为7节，制出供铸造使用的外范，并在外范刻上经文，用低温阴干被烧成陶。接着在地上挖出一个10米见方的巨大深坑，做出刻有经文大钟的内范，7个陶制外圈依次对接，浑然一体的大钟外范就拼装成功了。为了承受浇筑的压力，并确保足够的强度，外范四周需要用泥土填满并层层夯实。铸造这口大钟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操作，分离之差便会引起跑火，导致全盘失败。当时使用了典型的雨林式浇筑法，几十座熔炉沿4条槽道排开，炉内大火流金，铜汁鼎沸。当蓄满炉膛的万壶金汤相继奔泻，流进内范与外范之间后，随即进入了铸钟的关键一道工序冷却。冷却是一道致命的工序，因为在浇铸时，金属液体的冷却速度一旦控制不好，必将导致钟体炸裂而孕育永乐大钟的地坑。此时是一个天然的自动冷却系统，坑内是一团没有熄灭的地火和流焰，用来控制冷却速度，以防止钟体炸裂。在工匠们的精心呵护下，永乐大钟在自然降温中平安降生了。永乐大钟通高 6.75 米，重约46吨，撞击声音色好，衰减慢，传播远，轻撞声音清脆悠扬，回荡不绝达到1分钟；重撞声音雄浑响亮，尾音长达2分钟以上，方圆50千米皆闻其音。它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青铜钟。公元1405年，冬季的长江上充满了吉祥的预兆，上百艘海船顺流而下，上千只风帆如同海上开放的绚丽花朵。一场声势浩大的海上奇迹即将拉开帷幕。一位来自中国的和平使者，他高扬着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的旗帜，由海洋向世界伸出了友好的臂膀，史称郑和下西洋。一个充满雄心的皇帝，一个国力鼎盛的时代，意味着一系列不朽事业的开始。几乎在朱棣上台的同时，他就已经决心派船队出使西洋。沉寂多年的中国南方海岸骤然活跃起来。不到2年，一支举世无双的庞大船队便在中国造船工匠的手中脱颖而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们都目睹了这支神奇的船队。从公元1405年，朱棣派郑和率领近3万人、200多艘船只下西洋开始。永乐时期，郑和一共6次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一共有7次，最后一次发生在明宣宗朱瞻基时期，远航总历时28年，航程万余里，历经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船队带来了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的文明、礼仪和各种高贵的礼物，让世界知道了这个伟大的国家叫中国，也因此而改变了世界的历史。郑和下西洋也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关于郑和远洋的目的，迄今仍众说纷纭。《明史郑和传》同时提供了寻找建文帝和宣扬大明威德的说法，也有的说法认为是为了让海外的国家朝贡，还有的说法认为是为了防范当时亚洲中西部地区的帝国帖木儿帝国。公元1406年，朱棣决定派大军征讨越南的胡朝。当时越南刚刚经历了一次动乱，权臣胡继毛篡夺了皇位，建立了胡朝，并对前朝陈氏进行了一次大屠杀。然而陈氏的一位漏网之鱼陈天平却逃到了老挝，而老挝又把陈天平送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派兵护送逃亡到明朝的陈天平归国复位时，被胡朝伏兵袭击，陈天平被杀，由此激起了胡朝与明朝的战争。4个月后，80万远征军在名将张辅率领下进入安南，大破胡继毛的象阵。公元1407年，胡继毛父子被俘，同众多胡朝的文臣武将一起被押回明朝的首都应天。南方稳定之后，朱棣将目光投向了北方。公元1409年，朱棣派使臣前往鞑靼，要求相与和好，不料使臣却被杀。朱棣大怒，声称立命者兼除之。朱棣决心向北方用兵，
当年7月，朱棣派齐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10万征讨鞑靼，但却大败而归，1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就连丘福本人也没能回来。朱棣震怒，决意亲征。公元1410年，朱棣亲率50万大军讨伐鞑靼，而瓦剌与鞑靼经常交战。亲征之前，朱棣已经将瓦剌的首领封为王，防止瓦剌派兵骚扰。得知大明天子亲征的消息之后，鞑靼内部发生内讧，分裂成2个分支。鞑靼的贵族阿鲁台不愿服从本雅失里出走，君臣开始各自为部。关键时刻的分裂，给了已经有着绝对优势的明成祖朱棣各个击破的绝佳机会。结果明军大破本雅失里部，又大破阿鲁台部，第一次出征大获全胜。第一次出征后，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孤身一人逃亡到瓦剌。瓦剌的其中一个首领马哈木的妻子是本雅失里的妹妹，本想投奔妹夫暂时避难，可瓦剌首领马哈木根本不顾及亲属关系，毅然将本雅失里处死，收回传国玉玺。鞑靼势力受损，瓦剌则日渐强大。明成祖不愿看到瓦剌统一蒙古，为了保持东西蒙古势力均衡，决定第2次亲征漠北，亲征瓦剌。公元1414年，朱棣开始了他登基之后的第2次亲征，率领大军50万亲征瓦剌，而瓦剌倾巢而出，派出3万余人迎战。此次出征十分惊险，皇太孙朱瞻基遭到瓦剌骑兵的围攻，幸亏骑兵及时来援，才得以解脱险境。朱棣指挥数百骑兵在火铳的配合下力战，才逐步击溃了瓦剌军队的抵抗。此战虽重创瓦剌，明军伤亡也很大。战后，瓦剌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经历过2次北伐之后，朱棣知道了北方劲敌的战争潜力。面对这个重大威胁，朱棣认为父亲布局的皇子戍边是远远不够的，他有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计划——天子戍边。中国的历史中，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把95之尊的皇帝放在危险的边陲，可朱棣要开一个先例。朱棣所心仪的都城，便是他的燕王封地所在，曾经的元大都北京，用北京来解决北元这个心腹大患，将大明的边界往北推，当一位像唐太宗、忽必烈那样的皇帝，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当时朝堂之上的不少人，他们早已习惯在富庶的江南偏安一隅，无法感受朱棣的雄心壮志。对于朱棣迁都的想法，朝中一直存在异议。但对于一个铁腕皇帝来说，最重要的是说服自己，而不是说服臣子。对于提出反对意见的臣子，朱棣一一革职或严惩，从此无人再敢反对迁都。公元1421年，明成祖下诏正式迁都，改金陵应天府为南京，改北平顺天府为京师，全国的政治中心再度回到了北方。永乐迁都后，朱棣又将目光投向了北方。此时，鞑靼相较于之前实力有所壮大，并派兵骚扰明朝北部边境。朱棣决定再次亲征。从公元1422年开始，朱棣开始了3次征讨鞑靼阿鲁台的战争。由于阿鲁台避而不战，征讨并没有很大的收获。公元1424年，朱棣在第5次北征回师途中去世，享年64岁，在位22年。明成祖朱棣勤政务实，堪称帝王中的劳动模范。甚至有学者评价说，永乐皇帝在近乎8000多天的在位时间里，从没有浪费过1天时间。等到他的后世子孙重新回过头来看这位祖先的时候，他们认为明朝是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共同开创的。嘉靖帝把朱棣原来的庙号太宗改为了成祖，也就有了现在我们熟知的明成祖朱棣。